亲爱的有缘人，每当一个新的节气到来，它象征着财富运势的更迭。立冬不仅是祭祖的关键时刻，也是转运的开始。当你看到这段视频，这意味着你的家庭即将迎来好运。从现在开始，你的家庭即将摆脱困境，所有的不幸都将离你远去，幸福、健康和财富都在向你招手。做好准备迎接他们的到来，快来点赞，迎接财神，给师父一个回应，让这份财富和健康更加稳固。有福之人留下一句祝福，将带来双倍的好运。愿你的生活如花般绽放，富贵吉祥，好运常伴，四季平安，远离疾病，霉运永远不再困扰你。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立冬作为24节气中的第19个节气，标志着冬季的正式开始。每年农历11月初，立冬的到来提醒着我们秋天的结束和冬季的临近。这个节气预示着气温的骤降，寒冷的气息渐渐蔓延，万物逐渐进入休眠状态。随着立冬的来临，白昼渐短，夜晚漫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冷的肃杀之气。大自然的景象也随之发生变化，树叶纷纷飘落，草木萎凋，所有的生命活动似乎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田野的收获已经结束，原本丰盈的秋景渐渐让位于冬季的冷季。此时，立冬并不仅仅是一个季节的变更，它更是自然界力量交替与循环的一个重要时刻。立冬意味着寒冷的气息逐渐取代温暖，冬天的严寒开始主导气候。天地间的阴寒之气愈发强烈，日间的温暖难以维持，夜晚的寒冷逐渐深入人心。万物开始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许多植物进入冬眠状态，动物们也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寒冷做足准备，储藏食物，寻找避寒的地方。可以说，立冬是大自然一个强烈的休止符，仿佛一切都进入了沉寂与蓄积的时刻。不仅是大自然的变化，立冬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承载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在古人的眼中，立冬是阴阳交替的关键节点。此时，阳气逐渐潜藏，阴气愈发强盛，万象沉寂，开始进入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按照五行学说，立冬被视为水旺金绝的时节，水气在这个时刻逐渐增强，代表着寒冷的力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水的能量滋养大地，而象征秋天的精气则逐渐消退，转向冬季的沉静。这一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天地间的力量重新分配，阳气退去，阴气盛行，仿佛一切都在等待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启。通过自然界的变化，古人感知到人生与宇宙之间的联系，立冬成为了从秋季向冬季过渡的重要分界线。立冬不仅是一个季节的转换，它还深刻体现了古人对阴阳变化的理解与尊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立冬被视为阴阳交替的关键时刻，
标志着阳气的逐渐潜藏和阴气的盛行。古人认为，季节的变化不仅仅是气候的变化，更是天地间阴阳力量的转化与平衡。立冬作为冬季的起点，意味着自然界的力量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阳气逐步消退，而阴气愈发旺盛。在立冬这一天，阳气已悄然退去，天地间弥漫的寒气逐渐加重，万物开始进入沉寂和闭藏的阶段。白天变得愈发短暂，夜晚延长，阴气的力量增强，而阳气则逐步隐匿。这种阴阳的转换，不仅体现在自然界的景象变化上，也反映了宇宙中能量的循环与平衡。古人相信，天地间的一切生命和能量都是阴阳交替的体现。立冬便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象征着从秋季的阳气旺盛到冬季阴气主导的过渡。根据阴阳五行学说，立冬时节属水旺金厥，水的元素在这一时刻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水代表寒冷和湿气，它的力量开始显现。随着气温骤降，水气逐渐增强，空气变得更加湿冷，带来了一股沁入骨髓的寒气。与此同时，秋天所代表的金气则开始退去，金的特性与凉爽、干燥的秋季逐渐消退。水气的增强，不仅代表着寒冷的到来，还象征着生命的休养和积蓄。就如同冬季的到来意味着万物的沉静与隐匿，水的能量也象征着万象的储蓄与积蓄，为冬季的严寒做足准备。这一自然规律深刻地反映了天地间的力量重新分配，阳气消退，阴气加强，万物都开始进入闭藏的阶段。古人认为，顺应这种变化，才能在冬季抵御严寒，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活力。立冬是天地能量转换的关键时刻，象征着宇宙阴阳力量的对抗与平衡。通过观察这些自然现象，古人不仅认识到季节变换的规律，更从中感悟到生命与自然之间的深刻联系。立冬作为24节气中的重要时刻，古人赋予了它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习俗传统。节气的变化不仅是自然界的转折点，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在古代，立冬不仅是一个季节的标志，它还象征着人们与自然界、家族、祖先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为了顺应自然的变化，古人根据立冬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的节令习俗和禁忌，旨在保养身体，祈求平安，迎接寒冬的挑战。首先，立冬时节最具代表性的习俗之一便是补冬。立冬后，寒冷的天气逐渐逼近，因此古人认为适当的进补有助于增强体质，提高身体对寒冷的抵御能力。此时，许多家庭会准备温热滋补的食物，如羊肉汤、红枣桂圆茶等，来暖身养生，增强体力和免疫力。尤其是在北方，羊肉被视为温补的佳品，吃羊肉不仅能增加体力，还能帮助驱寒，抵御冬季的寒冷。在一些地区，立冬这一天还有祭祖的习俗。
古人认为，冬季是万物闭藏、休养生息的时刻，立冬的到来意味着一年的农事告一段落，是对祖先的感恩与祈求时刻。许多人会在这一天举行祭祖仪式，向先祖敬献祭品，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并祈求祖先保佑家人平安度过寒冬。通过祭祖，古人不仅向先祖传递感恩之情，也通过这种仪式感受到家族的延续与庇护，增强了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此外，立冬的禁忌也非常讲究。古人认为，这个节气不仅仅是自然界能量的转变，更是阴阳交替的一个关键节点。因此，在立冬这一天，有一些特定的活动需要避开。首先，立冬不是适合结婚和办喜事的日子。在古人看来，立冬是4绝日之一，意味着阳气逐渐消退，阴气旺盛，象征着一个季节的结束与沉寂。因此，婚姻和其他喜庆的大事往往不会选择在这个节气进行，以避免与寒冷、封闭的气氛相冲突，影响到婚姻的美满与家庭的和谐。与结婚类似，立冬也不是适合搬家的吉日。搬家在传统习俗中被认为是一件重要的喜事，但立冬时节的阴气盛行，万物藏匿，给人一种气氛沉寂的感觉。古人认为，这种寒冷的气氛和阴气的浓重可能会对迁入新居的过程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影响到家宅的安稳。因此，在立冬这一天，人们一般会避免搬家，选择在天气较温暖的时节进行迁徙，以确保新居安定，家庭兴旺。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禁忌是，立冬这一天不适合进行剧烈活动，尤其是一些消耗精力的行为，如房事。立冬的到来意味着自然界进入休养生息的时刻，而人们的身体也受到阴气的影响，容易感到虚弱和寒冷。在这一时节，身体的阳气逐渐消退，过度消耗体力可能导致体质虚弱，甚至引发疾病。古人认为，立冬期间的养生之道在于静养，少动多休，保持内在的平和与能量积蓄。此外，立冬在古人眼中也是阴阳交汇的时刻，天地间的气息相对混乱，人的体质和精神状态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在这个节气里，古人提醒人们要特别注意保护身体，避免过度消耗精力，保持足够的休息。这种养生观念体现了古人顺应自然规律的智慧，注重内外的和谐与平衡。通过这些传统习俗和节令禁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人对自然界变化的敏锐感知，也能理解他们如何通过仪式和行为来与大自然和祖先进行沟通，寻求庇佑与平安。立冬的习俗和禁忌，不仅仅是对季节变化的反应，更是人们在漫长历史中逐渐总结出的智慧，帮助每一个家庭在寒冷的冬季里维持健康、安稳与幸福。立冬时节，随着天气逐渐变冷，万物开始沉寂与休养生息，这不仅是自然界的变化，也是养生的重要时刻。古人认为，立冬是阴阳转换的关键节点，随着阳气的消退和阴气的盛行，
人体的生理功能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抵御寒冷的能力。因此，在立冬时节，保持身体的温暖与活力，顺应自然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首先，立冬时节应注重保暖。寒冷的天气使得外界的气温骤降，人体需要更多的能量来维持正常的体温。古人提倡冬季养藏，即通过保暖来藏养体内的阳气。此时应穿着厚实的衣物，避免长时间待在寒冷环境中，以防阳气流失。同时，在居住环境中保持温暖，尽量避免空调、暖气过度干燥空气，以免伤害到人体的阴液。尤其是脖部、腰部、脚部等容易受寒的部位，要特别注意保暖，防止寒气侵入，导致身体不适。其次，立冬是进补的时节，适当的滋补可以帮助身体抵御寒冷，增强体力与免疫力。立冬之后，身体的阳气逐渐转弱，寒气增强，此时正是调养身体、增强抵抗力的最佳时机。传统的立冬进补多以温补食物为主，如羊肉、牛肉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羊肉汤被认为是冬季养生的经典之选，不仅能够滋补身体，还能驱寒保暖。红枣、桂圆等食材也被常用于泡茶，补充身体所需的养分，帮助提高免疫力。除了食物的选择，立冬时节的生活作息也需要特别注意。由于寒冷的气候，立冬后的夜晚较长，古人认为这是藏的时节，意味着要让身体进入休养生息的状态。这个时节不宜过度劳累和激烈运动，保持足够的休息尤为重要。通过充足的睡眠，帮助身体恢复和储备能量，以应对接下来的严冬。在生活中，应尽量避免熬夜，保持早睡早起的规律作息，帮助增强体质，保持内外平衡。此外，立冬养生还注重静养。此时气候寒冷，万物都进入沉寂的状态，人体应顺应这一变化，减少外界的刺激，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平和。过度的情绪波动和精神压力容易消耗身体的阳气，影响身体健康。古人提倡在立冬时节保持乐观愉快的心态，避免情绪的起伏，减少烦恼，给身体和心灵带来充足的休息与调整。适当的冥想、放松，甚至静坐，都能帮助调节身体的内外环境，促进身心的和谐。运动方面，立冬时节的运动宜温和，避免剧烈的体力消耗。可以选择一些适度的运动，如散步、太极、瑜伽等，既能增强身体的柔韧性，又能帮助血液循环，提升免疫力。尤其是晨跑、散步等有助于阳气的激发和循环，增强抗寒的能力，但要避免过度运动导致汗出而感冒。在气温较低的环境下，运动时要穿着合适的衣物，保持身体温暖，避免寒气入侵。最后，立冬时节还应注重心理的调养。随着寒冷季节的来临，人们的活动范围往往受到限制，
长时间待在室内容易导致情绪低落，因此在立冬这个季节，保持良好的心态尤为重要。古人提倡知足常乐，认为只有心境平和，才能保持身体的健康。家人之间的互动，朋友之间的联系，都是立冬时节调养心情的重要途径。与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温暖的食物，参加一些温馨的家庭活动，可以帮助提升心情，带来内心的温暖与力量。立冬的养生之道在于顺应自然的节气变化，保持身体的温暖与活力。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充足的休息和调节心态，能够有效提高人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帮助顺利度过寒冷的冬季。立冬是养生的起点，顺应这一季节的变化，调养身心，以迎接冬季的严寒和挑战。立冬时节，祭祖与家庭团聚的传统习俗成为这一节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立冬不仅是自然界季节交替的时刻，也是人们心灵的一个归属点。随着冬季的到来，古人认为万物开始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家族的延续和祖先的庇佑显得尤为重要。立冬的祭祖活动不仅是对祖先的敬仰，也是祈求平安、健康与富足的一种方式。首先，立冬的祭祖仪式具有浓厚的家族文化意味。在农耕社会，祖先是家族的象征，祭祖被视为表达对先人感恩与尊敬的方式。立冬之日，许多地方都会举行祭祖活动，家家户户会为祖先准备贡品，通常包括水果、糕点、酒水等。通过这些祭品，人们将自己的心意传递给祖先，祈求先人保佑家族的健康和安康。祭祖仪式的背后，蕴含着对生命传承的敬畏与珍视。家族成员通过这种仪式重温与祖先的纽带，感受到祖先的庇佑和家族的力量。祭祖活动在一些地区甚至已经形成了集体祭祀的传统，整个村落或社区会共同举行祭祖仪式。这样的仪式不仅是对祖先的敬仰，也是增强集体凝聚力的一种方式。通过共同参与祭祖，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了互相支持与鼓励，也加深了家族和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祭祖不仅是对过去的怀念，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期望，表达了人们希望通过祖先的庇护，顺利度过寒冷的冬季，并迎接来年丰收的愿望。与祭祖活动紧密相关的是立冬时期的家庭团聚。在这一节气里，家族成员往往会选择回到家中，与亲人共度这个特殊的时刻。立冬的到来意味着冬季的正式开启，寒冷的天气让人们更加渴望与家人团聚，感受温暖与关怀。古人认为，立冬是阴阳转换的时节，家庭的团聚不仅是为了庆祝节令的变化，更是为了增强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维系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在传统的家庭生活中，立冬的团聚往往伴随着一顿丰盛的家庭大餐，
特别是在北方，吃饺子已成为立冬的习俗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和和美美的包饺子，互相交流，共享欢笑。这不仅是一种温暖的食物体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情感的交流。饺子的形状象征着元宝，寓意着财富与吉祥。吃饺子成为了家人团聚时的象征，表达了对未来丰收与顺利的美好祝愿。立冬的团聚习俗中，古人特别注重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爱与传承。在这一时节，年长的家长通常会对子女、孙辈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关怀，提醒大家注意保暖，增强抵抗寒冷的能力。同时，立冬时节也适合家族成员之间分享过去一年的经历和感悟，展望未来的计划和目标。这种代际间的交流，不仅让年轻一代受到长辈的教诲，也让长辈们通过与年轻人的互动，感受到生命的延续与活力。另外，立冬的家庭团聚也有助于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家庭成为了人们温暖的港湾，是抵御外界严寒的避风港。每个家庭成员通过共同的活动与交流，能够增强彼此间的情感，增进理解与支持。在这个特殊的节气里，大家的心灵通过亲密的接触和情感的互动得到了滋养，家庭的温暖成为应对外界严寒的最佳力量。立冬时节的祭祖与家庭团聚，不仅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家族观念，也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尊重与珍视。在祭祖仪式中，家族成员通过向先人表达敬意与祈求庇佑，增强了对未来的希望。而在家庭团聚中，亲人们的互动与情感交流带来了心灵上的温暖和支持。这一系列的活动贯穿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责任，也让立冬这一节气成为了一个充满温馨与希望的时刻。通过祭祖与团聚，人们在迎接寒冬的同时，也在心中播下了对未来幸福与安康的期许。立冬作为24节气中的第19个节气，不仅标志着冬季的正式来临，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象征和节日意义。它不仅是自然界季节交替的节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阐释宇宙、生命与人类关系的重要时刻。通过立冬这一节气，古人不仅理解天地自然的规律，还体悟到人类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家族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自然的角度看，立冬是阳气逐渐消退、阴气日渐增强的标志。在阴阳五行理论中，冬季属水，象征着休养生息与藏养能量的时刻。立冬的到来意味着秋季的结束，寒冷的冬季正式开始。这一切都指向了生命的周期性和自然的无常。立冬所代表的不仅是气候的变化，更是一个生命和精气的转换阶段，体现了阴生阳长的自然法则。在这个时节，天地间的气息更加沉静、肃穆，而人们也在这一点上获得了深刻的启示。冬季代表着万物的收藏与休养，生物需要积蓄能量，
以备来年的生长与繁荣。立冬的节令意义也深深植根于人类的生活与农业生产中。立冬是农事周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尤其在古代社会，立冬象征着秋收冬藏的开始，意味着一年的农耕劳动告一段落，迎接的是休整与积累的时刻。对农民来说，立冬不仅是总结一年辛劳的季节，也是在自然的节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古人对立冬有着独特的理解，认为这一时节是天命的显现，是万物归藏的时机，正如庄稼的根基必须在寒冷的冬季中深埋，才能在来年春天破土而出，迎接生机。文化层面上，立冬是阴阳转换的象征，表达了生与死、动与静、光明与黑暗的辩证统一。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阴阳的变化不仅仅指代天气的冷热变化，更涵盖了人体、社会乃至宇宙的普遍法则。立冬的到来意味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刻的开始，也是生命的隐秘阶段。与其对应的冬至，则是阴气最盛、阳气最弱的时刻，标志着从冬至开始阳气渐生、万物复苏的周期。立冬作为这一转换过程的起点，带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它提醒人们，在最寒冷的时刻，往往也是潜力积蓄与重生的开始。立冬在节日文化中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它作为家族与亲情连接的纽带。古代社会对于节令的重视，往往不仅局限于自然现象的观察，还蕴含着深厚的社会伦理和家庭责任感。立冬作为冬季的第一节气，通常成为家人团聚的契机。在这一天，家族成员往往会选择回家与长辈团聚，进行祭祖、聚餐等活动。立冬不仅仅是一个节令的过渡，更是对家族和亲情的一次强调。家庭成员围坐一堂，分享温暖的食物，尤其是在北方的习俗中，吃饺子成为了这一节气的象征之一。饺子作为团圆的食物，承载了人们对未来一年的祝愿与期盼。它代表着财富、幸福和团圆，也映射出人们在严寒冬季中的温暖与希望。此外，立冬作为节令的象征，呼应着中国人对天人合一理念的理解。古人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认为顺应节气的变化是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生命和健康的负责任的态度。立冬作为一个自然的转折点，它提醒人们在季节的变化中要注意适应、调整，不仅要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来安排生活，还要从内心上接纳并融入自然的节奏。通过与自然的融合，人们不仅获得物质上的丰收与安定，更在精神层面找到了归属与平衡。在现代社会，立冬的文化象征依然存在，并且延续着传统的家庭聚会和祭祖仪式。虽然形式有所变化，但其背后的核心意义始终未变。今天的立冬仍然提醒我们在寒冷的季节中寻找温暖，在忙碌的生活中保持与家人、祖先的联系。它教导我们要在冷静的冬季里反思与沉淀，积蓄力量，
等待春天的来临。无论是从自然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立冬都承载着丰富的内涵，传递着中国人对生活、对家族、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尊重。因此，立冬不仅仅是一个节气的变化，它在文化层面上承载着对生命、对家庭、对社会的深远思考。通过这一天的祭祖与团聚，传递着祖先的智慧和对未来的祈愿；通过对自然节气的顺应，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立冬以其独特的方式提醒着我们，在生命的流转中，我们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在延续着家庭和文化的脉络。立冬作为一年24节气中的重要一环，不仅标志着冬季的开始，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远的哲学思考。它不仅是自然界阴阳转换的反应，也是人类社会、家庭与文化习俗的一种体现。从节气的变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养生的智慧到祭祖与家庭团聚的习俗，立冬无时不刻提醒着我们在变化的季节中顺应自然，珍视亲情，汲取祖先的智慧。在现代社会，虽然生活方式和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立冬所蕴含的哲理依然值得我们深思。随着节令的更替，我们不仅要关注外界的气候变化，也要从内心去调整自己的节奏，学会在忙碌和纷扰中找到宁静，积蓄能量，为未来的成长和突破做准备。立冬不仅是一个季节的转换点，它提醒我们，正是在看似最为寒冷、最为寂静的时刻，生命的潜力和内在的力量才能得到积蓄与孕育，等待着春天的到来。与此同时，立冬的祭祖和家庭团聚习俗，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与家族与传统的关系。在这一天，家人团聚，共度时光，不仅仅是为了庆祝一个节令的变化，更是在心灵深处传递着对祖先的敬仰与对未来的期许。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种家族和亲情的纽带始终不变。通过祭祖，我们感恩过去的每一份付出；通过团聚，我们期许未来的每一个温暖与幸福。立冬所代表的不仅是寒冷的季节，它更是一种生命的哲学，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延续。它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轮回如四季般自然，虽然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气象和面貌，但无论寒冬多么严酷，都有春天在悄然准备。我们要学会在冬季里沉静、积蓄，不畏严寒，待到阳光再次升起时，便能带着蓄积的力量迎接新的生机。正如古人所言，立冬一日，天寒一日，这不仅是自然的寒冷，更是人们心灵的沉淀和精神的蜕变。立冬的到来，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寒冷的挑战，更多的是一次与自我对话、与家族共聚的契机。在这一刻，生活中的忙碌与喧嚣暂时放下，家人相聚，祖先庇佑，心灵温暖，身体得以休养生息。每一次节令的更替，都是一次生命的净化与更新，它引导我们回归本真，回归内心，去发现那些被遗忘的温暖与力量。因此，
立冬不仅仅是一个气候的变换，它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生命的礼赞。从季节的变化到家庭的团聚，从养生的智慧到祭祖的仪式，立冬通过这些形式唤醒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家族的责任，对未来的期许。它提醒我们在寒冷的冬季里积蓄力量，保养身心，期待春天的到来。通过与家人团聚，向祖先表达感恩，我们不仅传承着古老的智慧，更在现代生活中找到了一份归属和安宁。这份安宁和温暖将伴随我们度过整个寒冬，迎接春的曙光。感谢你看到最后，回复一句三阳开泰，祝愿你阳气永驻，与光明相伴。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